爷爷，哎呀，你们怎么不进去啊？你们人多，根本没带回来。闺女啊，哎，给你添麻烦了啊！没有，哪儿的话呀，一点都不麻烦，爷爷。说这个什么议定监护人，还非得要这个公证啊？那当然了，肯定是要公证的。嗯，我吧认识一个熟人，他在这个担保公司上班，他跟公证处的人呀可熟了。上次啊，他带我去做公证啊，根本就没排队，打了个招呼就给办了。等会儿，爷爷，您上次公证什么呀？啊？哎呀，按说我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的。什么事儿啊，爷爷还不能跟我们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能泄露的。爷爷，您跟我们说没事儿的，我们一定会保守国家机密的。没事啊？没事儿。能说？能说，爷爷您说吧。哦，是这么回事儿。前些日子吧，我突然接到公安局打来个电话，他们说我搅进了一桩什么大案子里头。我说我都这样了，我还搅进什么大案子？他们说公安局马上要来查封我的房子。我一听我急了，我说你们查封了我的房子，我住到哪儿去呀？他们说也可以呀，让我先交一笔保证金。我没钱呐，我说我没钱呐。他们说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我的房子呀，抵押出去。那您就答应了？嗨，他们证明我清白以后，过段日子房子就还给我了嘛。在抵押期间，我还可以继续住在我的房子里头，不会有事儿的，没事儿啊。爷爷，这事儿您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他们不让说嘛，他们规定，包括子女、家属都不能说的。我，这是保守国家的秘密。爷爷，我们都是律师，我们接受过保密教育，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所以这事儿您可以跟我们说，没事儿的，您接着说吧。他们让我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做担保的，叫小江，是他带着我去公证处把房子做了公证的。那这个公证的内容在哪儿啊？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都在这儿呢。这是一份贷款协议，是以房子做抵押的。这有什么问题吗？爷爷，我问你一下啊，这个优盾是谁给您的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都是那个小江指导着我办的。他们还给我转了400万，在我账上，他们说先放我这儿，作为我的这个保证金，等这个案子查清了呀，房子还给我了，再把这钱收回去啊。爷爷啊，您刚刚提到小江，小江的全名叫什么？他在哪儿上班？您知道吗？哎呀，这我，哎呀，我是不是让他们给骗了呀？那400万他们很快就转走了。爷爷，您别急，您别急，不行，您先别急啊。麦飞是律师，咱们应该相信他。您别急，您慢慢说，行吗？我不急，您别急，我不急。您别急，我让他们给骗了，我今天请假了。我知道，现在人手实在不够，他们全去银行了。我现在缺人帮我写一份冻结申请文书，何太着急啊？那行吧，那我晚点过来好吗？爷爷，我现在打电话。快打电话，爷爷。财产线索，法庭上报财产资料，后续流水账号核对，找出新账号。
这怎么说的啊？说这种事儿特别多，而且是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警察现在接到的报案类似案件30多起，都是他们家这一片，都是被骗走了房子，而且有的老人的房子已经被卖掉了。哎，你先别着急，我们好好的想想办法，好吗？我能不着急吗？我本来是想把爷爷的房子给租出去，然后拿着租金送我爷爷去养老院的。那如果我们打官司呢？这个官司根本没法打。这个套一看就是专业人士给设计的，一般不懂法的人绝对想不出这么合法的骗人办法。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到办公室再说吗？我怕会出人命。这个套真的是太合法了。所以啊，我们现在特别着急，这个委托书要赶紧撤掉，不然的话，房子真的被卖了就来不及了。你让麦飞明天上午去司法局投诉，让司法局给公证处打电话，要求撤销这份委托书。然后，让麦飞去公证处找到骗子当时带他爷爷去公证的录像。关键是刚刚您也看到了，还有一个贷款协议，真的签得非常的糟糕。如果爷爷不能按时还款的话，他们是可以跟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的。麦飞报案了吧？报了。去派出所拿着受案回执，让法院暂停执行。好，我知道了。还有事吗？没事儿。那个，罗老师，谢谢您，晚安。那里。喂，姐，你在哪儿呢？我这就回家。何塞给咱们找个地方住，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住到这里。我呢，把地址发给你。我觉得物业和保安还都挺好的。那我就走了。我们家这几天特别吓人，每天睡到半夜了，就不知道是谁在底下按门铃。没事，我这儿安全，他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今天一回家，门把上挂了一死鸡，我姐当时就吓疯了。我姐是属鸡的。这都什么下三滥的手法呀！你住哪儿啊？我上我姐那儿住去，正好我姐夫去世了，我也去陪陪我姐啊。对了，那个淼淼啊，她要是没人照顾，你就放我姐那儿去，反正这都住一个院里边方便。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我有件事要和你说，要紧吗？和蓝红有关。如果你要是劝我别管，我昨天晚上见到原野了。如果，比如说，有人让我证明一件事情，但是我可能当时不在场，但是这件事情肯定发生过。如果我见证了，会有问题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清楚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孙超越的律师来找我，让我说孙浩瀚立遗嘱的时候我在场，我见证了。但是当时你没在。但是肯定有遗嘱的呀，他都给我看过。我劝你最好不要做。但是他保证我不会有问题的。别信。你不会已经……我录了，也按照他要的写了。那你现在赶紧告诉他们，不行。但是他又给我买机票，又帮我安排学校。哎，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那能不能让原野？不能，他已经后悔告诉我了，他不会替你作证的。可不可以让他？不可以，他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出卖他。那你一定要拦住他，不能让他做伪证。拦住了，他已经拒绝了。要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拒绝。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发的就是电子邮件。难道说真的不能让？不可以。好吧。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我还应该谢谢你，至少让我知道了他们的遗嘱有毛病，只是我暂时没有证据。你绝对不能把月月牵扯进来。你不会不知道我的办公室有监控吧？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是逗着你玩的。好吧，我的确是被你逗得比刚才开心多了，谢谢。不客气。他们估计会谈崩。罗老师，您找我？蓝红的案子很快就会进入庭审阶段，何塞想让你去帮点忙。他们不是正在和我们聊庭外和解吗？因为我们申请了诉讼保全，所以他们不想被拖入漫长的司法过程。是因为他们输不起吧？谁都输不起，谁输了谁就是零继承。去给我拿一下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啊，我这儿有，我给你拿吧。尽快。好。我们如果要辩论，大可以上法庭上辩论，没有必要来这里。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庭外和解对我们都有好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在外面抹黑我姐，说我姐是蓝金莲。你们也抹黑我们的当事人啊，把他说成是一个欺负孤儿寡母、侵占亡兄家产的人。那不是抹黑，是事实。事实是，浩瀚超越集团是孙浩瀚、孙超越兄弟俩共同创立的。不，公司是由孙浩瀚创立，弟弟孙超越是追随自己的哥哥。浩瀚超越集团的股份，自集团创立之日始，至孙浩瀚先生去世之前1周，一直是孙浩瀚先生占60%，长子孙然和其弟弟孙超越先生各占20%。为什么没有蓝红女士的呢？蓝红女士嫁给孙浩瀚先生，也不是1年2年了。我姐之所以没有股份，是因为我姐夫曾经说过，我姐夫的就是我姐的。确实，如果没有遗嘱，你姐夫的也许可能是你姐姐的，但是现在是有遗嘱，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了自己的亲弟弟。可如果真的上了法庭，你们这份遗嘱很有可能会被判作无效。不明白你是从哪儿冒出来这种错得离谱的预判啊？如果你们的遗嘱真的一点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的话，
你们又何必坐在这间屋子里，跟凌继承的法定继承人在这儿谈条件呢？因为你们申请了诉讼保全呀，这对于我们都是煎熬。我们知道，这个案子的审理肯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起草了一份和解方案。按照这个方案，郎红女士可以拿到1个亿。我不接受。我劝您接受，因为如果我们下定决心血战到底，您将是零继承。不，如果我们胜诉，是你们的当事人零继承。所以，请提醒你们的当事人，诉讼有风险，应诉需谨慎。事实上啊，我的当事人并不想和解，是在我们的极力劝说之下，才有今天的会面。机不可失啊，1个亿不能太贪了。对啊，这1个亿呢，的确是不少了，但是因为你们的手段太卑劣，所以现在啊，1个亿不够了。今天之内签署都有效，否则我们只能对簿公堂。你们真的以为，你们收买威胁了所有可能的证人，我们就没有证据证明？你们的遗嘱人设立遗嘱的时候，是不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吗？遗嘱最重要的是遗嘱内容是否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我相信法官在了解了遗嘱人的真实婚姻生活之后，会认定这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我们有证据表明，在孙浩瀚先生生前，没有一个除夕是和蓝红女士一起过的，每次过年都是和自己的儿子还有他自己的兄弟孙超越一家人一起过的。孙浩瀚在哪儿过年，和谁一起过年，跟继承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有关系了。过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它绝不等同于其他节日，这就代表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呀。任何一个人也绝不接受把自己和家人辛苦打拼出来的巨额家产留给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吧。是的，王律师在这一点上说的非常对，但是你太不小心了。你的笔记本里有一些内容，足以证明你们这份遗嘱是无效的，而且你的邮箱里还有一封邮件，也足以可以让你丢饭碗。什么意思啊？你真的忘了吗？罗琦毕竟是我姐姐，我的亲姐姐，我们姐弟情深。我是在救你。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第64条，律师不得向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构提交明知是虚假的证据。他妈无耻！冷静，你是律师，